什么？在北美你还能找到远离城市喧嚣，还不用忍受邻居大半夜在隔壁喝酒开 party 的露营地？关键是这些露营地还是免费的。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找到这些露营地。在北美，露营地通常分为2种，一种是已经开发好的露营地，叫 developed campground， 另外一种呢就是免费的露营地，就是我们常说的 dispersed camping。这期视频我们将会详细介绍这2种露营地的优缺点，以及如何寻找你想要的露营地。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已开发的露营地，这应该是大家常见的露营方式。如果你在 Google 上搜索 campground， 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这类型的露营地。这些露营地可以是私人的或者公共的，通常需要提前预约，设施都比较齐全，有厕所、淋浴、野餐桌等一些基本设施，有些还会提供洗衣房、游泳池等设施，还有房车的供水供电。第二，因为是开发好的营地，通常都有铺好的进入的道路，车子进入也比较方便。第三，在这些营地做饭也很方便，会有野餐桌，还会提供一些烧烤架。营地呢也会提供饮用水和洗碗的水池。第四，如果你想要在国家公园露营，有时唯一可以露营的地方就是这些开发的露营地。在北美的国家公园里面，你不能随时想在哪里停下露营就可以安营扎寨，很多停车场甚至都不允许停车过夜。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风景优美的国家公园里边露营，也许这种已开发好的露营地是你唯一的选择。说完了优点，那么已开发的露营地有哪些缺点呢？第一，首先是费用。这种已经开发好的露营地基本都是需要收费的，通常在5到30美元之间，但价格差异很大。比如我们之前在美国最南端 Key West 居住的露营地，一晚要200美元。如果你经常露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第二，这种已经开发好的露营地，私密性也会较差一些。根据露营地的不同，有时候其他的露营者也会离得很近。在有些露营地，你甚至能很清楚地听见隔壁邻居在聊天。我们曾经在密西根住过的露营地，私密性就挺好。但在很多地方，特别是风景优美的热门露营地，通常隔壁的露营地就会距离非常近。如果你想要享受大自然的安静，逃离城市的喧嚣和人群，那么也许这类开发好的露营地就不是你的最佳选择了。如果你是露营新手，建议尝试已经开发好的露营地，因为设施齐全，可以让你更舒适地适应户外露营和使用装备，当然安全上也会更加有保障。那么如何寻找开发好的露营地呢？通常你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出来的大部分露营地都是这种需要付费提前预约的已经开发好的露营地。在许多国家公园的网站上，你也能直接预约公园里的已经开发好的露营地，以及 recreation.gov 这个网站。我们还推荐你可以在 KOA 这个北美连锁露营地的网站上查询，它基本上覆盖了北美所有地方的露营地。如果你注册了会员，还会有会员优惠。下面呢，我们就来仔细聊一聊 dispersed camping，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费的野营地。dispersed camping 是在远离开发设施的公共土地上露营，你不会找到洗手间、垃圾桶、fire pit 这种基础设施。实际上，你只能找到一块可以搭帐篷或者停车的土地，可能还会有之前露营者留下的小石头搭建的可以燃烧篝火的地方。在美国，大部分的公共土地都是开放，可以给人们露营的。这些公共土地呢，要么是由美国森林服务局管理的国家森林，要么是由土地管理局管理的土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在地图上仔细确认这些是公共土地，而不是在某人的私人领土上。有一些私人土地不会有明确的牌子标注，所以当你计划在这里露营的时候呢，你有责任确保自己没有擅自进入私人土地。此外，有时候即使在公共的土地上，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或者自然资源，某些区域也是禁止 dispersed camping 的。所以当你计划在免费的野营地露营时，一定要做好功课，进入土地的时候要注意标注。那么 dispersed camping 的优点是什么？第一，如果你想深入大自然，体验周围没有任何人打扰， dispersed camping 就是最佳的选择。北美有大量的公共土地可以搜索，如果你愿意沿着土路开车，通常可以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绝佳露营地点。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这些露营地通常都是免费的。当然了，免费的露营地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缺点，
首先呢，就是难以进入。大多数时候，进入野营地的道路都是崎岖的、未经铺装的道路，特别在下雨时，道路会变得泥泞甚至危险，所以一定要确保你的车辆具备进入野营地的准备。第二，这种野营地通常是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如果你有计划露营，一定要带上足够的露营装备，比如露营的桌子、凳子，以及如何解决在野外上厕所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应该记住，露营结束离开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所有的垃圾离开，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生活垃圾，这也是我们每个露营人的基本素养。最后一点呢，就是这种野营地有很多不确定性，有些野营地是不允许大型的房车进入的，或者有些地方不平坦，不适合扎帐篷，甚至有些野营地的路线是没有在地图上显示的。所以在进入之前，可以查看卫星地图，确保哪里是最平坦、适合扎营和停车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免费的野营地呢？首先，在美国国家森林管理局和土地管理局上可以找到具体和推荐的公共区域，允许野营。在 iOverlander 或者 Free Campsite 这2个应用程序和网站上，也能找到网友们分享的免费野营地，以及你还可以在 Reddit 或者 Backpacking Light、The Track 等论坛上找到户外爱好者分享的免费野营地。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露营，一定要查看你所在地区的禁火情况。即使有燃烧露营篝火的火坑，也不一定表示可以在那个时候生火。开发的露营地通常会有明确的标志，在免费的露营地通常并不总是很明确的标出，所以在出行前一定要仔细查看，了解更多关于公共土地和当前限制的信息，遵守用火安全。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关于房车、户外露营，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夏天开始啦，我们路上见喽，拜拜。